我冒充丞相府千金，嫁给大奸臣侯府世子。成亲那日，我为民除害，刺杀了他。世子临死前抓着我的手，柳柳，你别再认贼作父了。原来我是真的丞相府千金。而他也是为民干实事的好官。竹马为了攀上丞相假千金，利用我害死世子。后来为了掩饰假千金的身份，他们又坑害了我爹娘。再度睁眼，我回到出嫁的轿子上。咦，喜乐敲敲打打，我从轿子的窗帘偷偷往外瞧。骑在高头大马上的世子爷身穿红衣，陌上公子如玉。他似乎发现我偷看，朝我安抚一笑，我不由跟着笑了。然而笑意未达眼底，就看到世子身后，路边围观的人中间，分明站着我的竹马孔俊杰。注意到我的目光，孔俊杰做了个砍的动作，他在提醒我，别忘了杀世子。上一世，我听从竹马的吩咐，刺杀了世子，世子却在剩一口气时留下遗言：侯府任何人不得为难我，否则他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。世子死后，万民送殡。我当时混在人群中，很疑惑地问：世子不是大奸臣吗？我被身边的百姓给了一个白眼。另一个百姓瞅了我一眼：姑娘，你不是京城人吧？世子是1等1的大好人，为了百姓干过不少大实事。那天我浑浑噩噩离开，没多久，竹马娶了丞相府那位假千金。成婚7月不到，假千金就生下足月的孩子。我这才知道，他们要我杀世子，并非世子是奸臣，而是为了遮掩他们的奸情。我意识到自己就是个傻子，我想要为世子报仇。可是杀了世子的人明明是我。此后，丞相夫妻得知我才是他们的女儿，与假千金闹翻。假千金伙同我的竹马在马车上做了手脚，马疯了，直接冲下悬崖。可怜我一辈子没得到过爹娘疼爱，他们却被疼爱的假千金害了。我郁郁而终，死后还要被人嘲笑，没嫁给竹马，气死的。好在我重生了。新婚夜，世子抱出被子打地铺。他说，我们的日子还很长，柳柳你现在对我不熟悉，我们不急着圆房。上一世他也是这么说，因为竹马说他这人向来虚伪。我以为他装腔作势，趁他背过身去，从背后偷袭了他。他本有机会杀了我，却在发现刺杀他的人是我后，改变了剑的方向，一剑砍断了床柱。大红的新郎服染遍暗红的血，此后一次次出现在我的梦中。2. 这一次，世子说他打地铺，我乖巧应下，帮着他铺床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红烛太亮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世子关心：柳柳你还没睡着吗？是不是床不够软？我顺势与他聊天。世子是不是以前见过我？我实在想不出，他为什么被我送了命，还要保我？难道就因为我嫁给了他，是他名义上的妻子？世子，见过。3年前，你还送了我一个油饼。3年前，世子还年少，远没现在成熟。他功课不用心，被侯爷责罚。世子年少气盛，离家出走，还没出京城，钱袋就被顺走。他又好面子，不肯回家。我买油饼时被他盯着，就多买了个油饼给他。看他的衣着不像是穷人家的孩子，就多嘴问了一句。世子回忆，当时你说我很幸运，有爹娘疼，爹爹惩罚我也不过是爱子心切，不像你，从小就不知道爹娘是谁。我从小被养父收养，不过养父收养的并不止我一个，他收养了30多个孩子，只有出色的，能完成他交代的任务的，他才喜欢。我看到别人一家团圆，我总会特别羡慕。所以我并不是一个经常好心的人，却在那次帮了他。没想到随意之举换来他以命相酬。世子还说，我回到侯府就帮你找亲生爹娘，只是年代太过久远，
并不容易查到，最近才有了消息。本来准备得空了去找你，结果发现你要代驾过来。上一世是我没给他机会开口。隔日一大早，丞相府来人，是丞相府那位假千金用我妹妹的名义上门了。3. 世子主动离开。你们聊，不算上一世，我与这位假千金还是首次见面。眼看世子离开，假千金自来熟地拉着我的手。姐姐，我叫陈子妍，你可以叫我妹妹。俊杰让我来问问，你昨晚没有刺杀世子吗？他叫我的竹马为俊杰。我以前是多瞎，才没发现这两人有问题。当然，我并不急着揭穿他。我戏精上身，瑟瑟发抖，眼中含泪。妹妹，吓死了我！我一把抱住她，我差点就被世子一剑割了喉咙。陈子妍明显不耐，却又不得不耐着性子安慰我，问我什么情况。我低气着告诉他，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，背后偷袭世子，刚举起刀，世子突然转过身来。我不过是个弱女子，哪里是世子的对手？我吓死了，临时编了个借口，说想割世子的头发编同心结，也不知道他相不相信，暂时没发落我。我拉着陈子妍的手，妹妹，你说世子会不会怀疑我？要不我们现在跑吧？我拉着陈子妍要跑，陈子妍一脸鄙夷，却还是不得不安慰我，姐姐放心，世子是什么人？若是怀疑，肯定昨晚就发作了。姐姐且耐心些，2日后姐姐回门，我再帮姐姐寻个好的兵器。不，兵器打眼，不如我给姐姐弄瓶鹤顶红。陈子妍满意的离开，我一脸笑意的目送她离开，转身去寻世子。世子，2日后回门，能不能陪我演一场戏？4. 回门那日，一大早丞相府派人来接，不知道是不是怕我这个代驾的回门回错地方，世子准备了一车的礼物陪着我回门。我故意请世子派给我的丫鬟巧珠，给我化了个看上去很疲累的妆。一到丞相府，丞相夫人就问我是不是累着了，脸色不好。世子当即派人去请太医。太医紧赶慢赶，还没来得及给我请脉，巧珠不小心把热茶泼到我的身上。关键时刻，世子一拂袖，我没见到一星半点，热茶连同茶杯全部砸向陈子妍。陈子妍被烫伤。我一脸关心，焦急地拉着陈子妍，妹妹你怎么样？太医，先给妹妹瞧瞧。太医正要把脉，陈子妍死鸭子嘴硬，我没事，不用把脉，涂点药膏就行。我指着陈子妍的脸，哎呀，妹妹的脸起泡了，不会毁容吧？陈子妍慌了。丞相夫人爱女情深，按着陈子妍，太医，还请您先给小女瞧瞧。太医隔着金帕把脉后，却眉头深锁，反复确认，把我们弄得很紧张。半晌，他朝丞相夫人行礼，夫人借一步说话。世子皱眉，伤势很重吗？说起来都怪本世子为了保护娘子没注意到小姐。我不怪世子，世子也是为了护我，我是他的亲表姐，有什么是我不能听的？丞相也急，说。太医没办法，只好说了出来。老朽看小姐的脉象，分明是有孕了，且怀孕3月有余。一瞬间，落针可闻。丞相夫妻不相信自己听到的。太医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我家子妍还没嫁人，您再把脉，认真看看。老太医有些生气，胡子气得一摆一摆的。老朽身为太医院首，行医数10载，什么脉象从未出错。你们若是不信我，大可以请其他人来看。丞相夫妻这才信了，却发起愁来。京城风气向来重礼，向来男女7岁不同席，而陈子妍却未婚先孕。丞相夫人抱着陈子妍哭，傻孩子，你以后可怎么活？丞相气得发抖，来人，把小姐关进祠堂，给我好好跪着反省。眼看他们明显对陈子妍不舍，
甚至还想说服我和世子帮他们保密。我和世子对望，看来还需下一剂猛药。世子上前，岳父母可别伤心了，陈子妍并不是岳父母的亲生女儿，柳柳才是你们的女儿。世子甩出厚厚的证据，除了证据，世子还找到当年接生的稳婆。丞相夫人明显不大能接受，我一直把家叔当眼珠子疼着，她怎么是别人的女儿？世子握紧了我的手，不知道是不是怕我伤心，我用力地回握住他。我无碍，比起上一世，这点小打击算什么？世子却不肯轻易接过，为我抱不平。其实当年的事与岳母您有很大的关系。原来当年抱走我的正是阿娘的闺蜜，她的闺蜜夫家获罪，唯有阿娘不嫌弃。没想到她恩将仇报，买通稳婆将自己的女儿与我兑换。阿娘悔恨顿足，拉着我的手，柳柳，都是阿娘的错，让你吃苦了。丞相大怒，要赶陈子妍走。不行，不能留她了，她的娘害了我们的女儿，我们没道理还帮着仇人养女儿。我扯住了阿爹的衣角，阿爹，您先消消气，世子的意思咱们4个人知道就好。世子，岳父大人，我怀疑柳柳的养父就是陈子妍的亲爹贾德义。贾德义当初勾结敌国，抓他时却跳了崖，我怀疑他活了下来，反而是养了一群孩子，利用那些孩子继续为乱国效力。我想起什么，养父不止一次在我们面前说世子是大奸臣，有他在，百姓痛苦不堪。阿爹的神情也凝重起来，难道还留着这个孽障，败坏丞相府的名声？他轻叹了一口气，我年纪大了无所谓，反正老脸一张，只怕到时柳柳回来连累了柳柳。阿爹的眼中有泪，我不由想起上一世，爹娘不知情，被陈子妍所害，我都没来得及叫一声爹娘。想到这儿，我的眼泪也出来了。我不介意，一家人团圆就好。还有什么比认回爹娘，且他们都活着更好呢？阿娘把她珍藏的镯子给了我，是外婆留给她的。我看她其实很喜欢这个镯子，就说：阿娘已经有那么多嫁妆了。阿爹说：拿着吧，嫁妆到时阿爹再给你补。当初不知道你是我们的女儿，嫁妆多少有些敷衍。阿娘拉着我的手，问我平时喜欢吃什么，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。被他们这么关心，我又想哭了。爹娘那么好，陈子妍的心是多硬，才会联合外人害他们。6. 陈子妍怀有身孕，阿爹不能关她太久。等到把陈子妍放出来，他隔天又来了侯府。他上门是来送鹤顶红的，对于谋害世子的事，他倒是兢兢业业。他被发现有孕，以为只是世子报复他请人代驾，并没想过其实是我主导。陈子妍下巴抬得高高在上，看到我对丫鬟巧珠轻言细语，她高高在上。姐姐，不是做妹妹的说你，你从小在乡下长大，不知道该怎么调教下人。这个巧珠就是上次烫到我的那个吧？这等不会干活伤到主子的奴婢，就该打一顿，发卖了去。巧珠求饶，我挥手让她下去。巧叔是世子送我的，我现在还不能动她。再说，哪有妹妹的手伸到姐夫家里的道理？陈子妍轻哼，你不过是个卖肉的女儿，能让你带我嫁入侯府，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若是不听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世子闯了进来，什么不客气？我好像听到妹妹说不客气。他立刻怂了。我说巧珠笨手笨脚，下次遇到我定不客气。世子姐姐，刘侍郎家嫡女要我陪她去看布料，妹妹先告辞了。世子双手抱胸，给我行礼了吗？岳父母就是这么教你的？陈子妍咬牙行礼。世子又指着我，给我娘子行礼了吗？她是侯府世子妃，见到世子妃该怎么行礼，不用我教吧？陈子妍不得不给我行礼，世子就在边上提醒他，行的礼哪里不对？
陈子妍行了3次礼后，被他折腾得两眼通红，还不得不忍着泪。世子终于满意了，下次见到我娘子记得行礼，称世子妃。陈子妍咬牙答应。他挡住世子的视线，给我塞了一封信后离开，是我的竹马孔俊杰写的。孔俊杰的信无非是打着关心我的名义，催我赶紧下手。我把信给世子看，世子笑道：好好收着，谋害世子，到时凭这封信也能定他的罪，先让他们再逍遥几日。7. 中秋宫宴，世子带我一起参加，因为世子一定要我换成他给我准备的衣服，到的时候晚了点，结果正好撞见陈子妍与她交好的贵女们聊天。刘侍郎家嫡女说：子妍，以前怎么从来没听过你还有个姐姐？陈子妍挥挥手，十分不屑：别提了，不过是个庶女，以前养在乡下，到底是没见识。我也为这位姐姐担心，怕她哪天就被世子休了。我还没生气了，世子倒是气得不轻。娘子，是不是有狗在吠？我假装不懂，有吗？狗在哪里？今日这么多贵女，被狗咬了可不好。世子的声音很大，陈子妍也听到了。他明明很怕世子，却又不想当众背下脸，脸上一下红一下白。世子何故看不起人？世子一脸抱歉：不是看不起你，是根本没看你。说罢，他牵着我走人。一时间，不愿得罪世子的人都离陈子妍远远的。宴席开始的时候，他也被安排在末位。反观我和世子身边，很是热闹，敬酒的络绎不绝。世子再度立功，皇上表彰了他。鉴于他是要继承侯府的，皇上再送了他一个伯爵的爵位，点名以后可以不降等让次子袭爵。我齐平夫贵，正式册封侯府世子妃，皇后又赏了玉如意一对。世子朝我眨眼睛：夫君我不错吧？伯爵之位以后可以给我们2儿子。我不由脸红。成婚1个月，世子仍是在打地铺，哪里会有孩子？世子却误会了，连忙解释：娘子，为夫我并不是只喜欢男孩子，只要是娘子生的女儿我也很喜欢。众人都向我们道喜，就连我阿爹和阿娘都是一脸喜意。唯有陈子妍银牙暗咬，愤愤不平。8. 趁着世子不在侯府，陈子妍又来了，一来就让侯府的下人退下，姐夫又得一个爵位，恭喜姐姐。姐姐，我今天还带了一个人来给你道贺。我一看，哼，熟人。陈子妍的胆子也够大，他把孔俊杰也带过来了。孔俊杰要来牵我的手。柳柳，你入了侯府，好吃好喝的，是不是移情别恋了？亏我还担心你，夜不能寐。我连连退后，别过来。他还把我当上一世那个纯真的柳柳哄泥。当着怀孕的陈子妍，他就能这样放肆？当真是盛夏里的番茄，活得很鲜艳，烂得很彻底。孔俊杰一脸的失望。柳柳，你攀上世子这根高枝，是不是忘了昔日的情谊？真是贺卿得高迁。他以前就爱拽文，我那个时候没见识，还挺佩服他。而现在，我只想给他表演个翻白眼。然而想到世子和阿爹，我不得不与他虚与委蛇。孔俊杰，我答应你的事，我会做到，只是还没找到机会。孔俊杰满意了，与陈子妍相携着离开。我越想越气愤，想起世子派了一队侍卫供我出门时带着，我招来巧珠，交代了他去替我办一件事。傍晚的时候，世子一脸喜意地回来。听说柳柳你派人把孔俊杰套麻袋揍了一顿，我有些紧张，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大事？世子笑得开怀：不会，本世子很高兴。我揍了人，也不知道他高兴什么。我把他们新送来的鹤顶红拿给世子看，世子告诉我时机到了。于是侯府很快就传出世子中毒命悬一线的消息。9. 陈子妍是第一个赶来的。姐姐真是命苦，年纪轻轻才嫁了世子就要守寡。
陈子言抬头，脸上却一滴泪没有，嫣然笑着。他再也不装了，大概觉得世子中了毒，事情再无反转。姐姐，说你是乡下来的，你还不服气？让你下毒你就下毒，呵呵，你放心，等你死了，以后我会帮你好好照顾俊杰的。我双眼含泪，妹妹，你是什么意思？陈子言给了我一个白眼，仿佛我多么的无可救药。他直接扑在前来探病的侯爷跟前。侯爷，家门不幸，小女子也没想到姐姐会这么狠心，给世子爷下鹤顶红。侯爷要怎么惩罚姐姐？我们丞相府都无怨言。侯爷本在京教大营，我们怕走漏消息，也就没告诉他。没想到他回来这么快。听到陈子言的话，侯爷大怒，敢害我儿子，来人，给我打杀了去！眼看他的亲卫就要来拉我，看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子，我才意识到，上一世世子临死前留下那句侯府任何人不得为难他，否则我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，代表着什么？如果没有他的遗言，我别说走出侯府，恐怕连全尸都没法留下。这一刻，我才意识到上一辈子错过了什么。关键时刻，我看向世子的亲信，在我示意下，他走到侯爷身边，附耳在侯爷耳边说了什么。侯爷才一脸冷漠，算了，我要去看世子，先留他一命，让他为世子祈福。世子的亲信押着我去祠堂，实际上是把我送回了房。世子一脸担心，娘子，你没事吧？是我考虑不周，让娘子受惊了。我却紧紧地抱住了世子。世子，你对我真好。世子摸着我的头，爱护自己的娘子是夫君应做的。我鼻头发酸，他不仅仅是说，他是真的用性命在爱护我。侯爷怪我们没事先知会他，把我和世子好一顿数落。世子挡在我面前，这事怪我忘了知会阿爹。侯爷象征性地踢了他一脚，转过身来又一脸抱歉。儿媳妇，阿爹让你受委屈了。公公也是爱子心切，关心则乱。为了表示歉意，他送了我一个温泉庄子。既然侯爷回来了，世子拉着侯爷一起做局。于是满京城都知道世子中毒，侯爷大怒，皇上派了大半的太医给世子看病。这些太医进了侯府就再也没出来。京城的人都以为他们在全力救治世子，事实上他们一进侯府就被人客客气气请进了侯爷的院子，好吃好喝的供着，就是不让出去。在有心人的故意引导下，京城里渐渐有了些流言，说我天生带煞，世子是被我克的。2天后，侯爷宣布世子不治身亡。侯爷挂满白帆，我在灵堂哭成泪人。最开始是抹了辣椒水，干嚎着，后来是想起上一世我傻傻的错信人，害了世子，也没保住爹娘。我哭得不能自抑，前来吊唁的夫人们劝我节哀，也有那好心的劝我趁着世子还没下葬，赶紧过继一个孩子。陈子言就是这时候带着人闯进了灵堂。陈子言带过来的人我很熟悉，是我的养父。大戏终于上场了。当着满堂宾客的面，陈子言斥我冒充他嫁入侯府，又下毒害世子。他说他带来了证人，他向宾客们介绍养父，这一位是在西市卖肉的贾屠夫。贾屠夫是个好人呀，靠着卖肉养了30几个孤儿，其中就有我们的世子妃。养父出来作证，一个糙汉子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我养了30多个孩子，最不听我的话就是柳柳。在座的养过孩子的都知道，靠着我那肉铺子要养30多个孩子是有多辛苦。其他孩子还好，只有柳柳天天跟我闹着要穿新衣，闹着要吃我也买不起的糕点。我不给他买，他就负气离开，说要自己想办法。我万万没想到，
他想的办法就是冒充丞相府的女儿嫁进侯府，这是利用完我就想杀我灭口，顺便还能要回嫁妆。很多不知情的宾客信以为真，看我的眼神变得鄙视起来。11，我只当没看见宾客们的眼神，走到养父面前。贾得意，你说你收养了30个孤儿，你敢说那些孤儿不是被你拐卖的吗？听到拐卖，而且是30多个孩子，人群炸开了锅。你别血口喷人。养父变了脸色。我一个大男子，又当爹又当妈，带大你们30几个娃，容易吗？我知道你想买新衣服，你看，阿爹已经攒下了银子，可以给你买新衣服了。陈子言冷笑，贾屠夫靠着肉铺攒下这点银子真不容易，姐姐你居然还要怀疑他拐卖孩子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。吾日三省吾身，吾是不是太客气了？吾是不是给他脸了？吾是不是该动个手了？我不客气的一巴掌甩到陈子言的脸上。陈大小姐，正常人听到有人拐卖小孩子，都会急着把小孩带离拐子，而不是一味的为拐子辩护。还是说，陈大小姐，你与这拐子是一伙的？陈子言呼天抢地，姐姐果然跋扈，当着这么多宾客就敢打人，我倒是信了贾屠夫的话。我无视他，走到养父面前。贾得意，既然你说那些孩子不是拐卖的，你敢把他们叫来当面对质吗？养父很自信，有何不敢？很快他就叫家里的小厮把我那些名义上的兄弟姐妹都唤来，你们随便问，看是不是我拐卖来的。孩子们自然不知道，毕竟他们都跟我一样，还没懂事就被抱走。我不与他争辩，给侯爷使了个眼色，他双击掌，立即有侍卫把灵堂围了。我的亲爹丞相大人与世子一起从后堂走了出来，世子又活了，诈尸了。一时间宾客们四散逃窜，侯爷一声大吼，静一静，我儿子并没有死，今日之死不过是为这位贾得意设的一个局。人群这才安静下来。阿爹走到贾得意，贾得意，你勾结外敌，逃亡18年，别以为京城就没人认识你了。世子，我怀疑你拐卖孩子，利用孩子谋害大楚国的有功之臣，请跟我去京兆尹府。贾得意眼看事情败露，狗急跳墙，就想来抓我当人质。好在我身边的巧珠身手好，他把我护得滴水不漏，打斗间反手给了贾得意一刀。贾得意眼看抓不到我，又扑向陈子言，他掐住陈子言的脖子，你们别过来，小心我杀了他。12，阿爹目露不忍，毕竟是捧在手心养了18年的女儿，就算他不打算再认这个女儿，但让他看着对方死在自己面前，他也做不到。世子向来厌恶陈子言，就没有顾忌，他直接飞身上前，出剑如电，砍下了贾得意掐着陈子言的那只手，断臂带着血雾掉在陈子言面前。陈子言被溅了一身血，直接吓晕过去。贾得意被侍卫合围抓住。眼看大势已去，贾得意又跟我打起了感情牌。柳柳，你要看着阿爹被他们抓走吗？从你3天起，阿爹就把你带在身边，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。你跟世子求求情，让他放了阿爹，阿爹以后一定洗心革面。我冷笑，难道我还要感谢你拐卖我不曾？如果不是你把我带走，我自然有爹娘疼爱，不用跟着你，动辄打骂，不给饭吃，还要逼着我们做坏事。眼看我伤心，阿爹红了眼眶。世子过来搂住我的肩，柳柳，我以后会护你周全。送走满堂宾客后，我指挥着侯府下人摘下那些白帆，侯爷进宫向皇上请罪。我跟着世子一起回了丞相府。陈子言一醒来就装可怜，哭诉：阿爹阿娘，你们相信我，我只是被那贾得意骗了，我真以为他是个好人。世子冷笑：被贾得意骗了？怎么，你们不是父女吗？不是串通好了要一起害我？等害完我，
下一个目标就是岳父母吧。13，你说谎！陈子言指着世子尖叫，我怎么可能害爹娘？我就是爹娘的孩子。他过去抱住丞相夫人，我现在还记得，娘亲说我小时候难带，半夜哭得要出去掏小鸟，爹娘捉了小鸡哄我，爹娘对我那么好，怎么可能不是我的亲爹娘？世子好笑地看着陈子言，看得他一阵心虚。我的人分明见到小姐与贾德义在暗巷里密谈，如果说他不是你爹，我实在想不出堂堂丞相千金为什么会撇下丫鬟去见一个卖肉的？难道……陈子言试图狡辩，他的贴身丫鬟二婢却慌张跪下求饶，不关奴婢的事，是小姐不让我们跟着。丞相怒，子言，你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即便明知道陈子言不是他们的女儿，他仍不相信女儿早就与贾德义相认，要谋害他们。陈子言否认跟贾德义见过面。二婢，你是不是被姐姐买通，商量好要害我？我讽笑，妹妹是知道自己做多的坏事，连身边人也看不过吗？世子提出滴血验亲，陈子言起初很抗拒，后来二婢不知道在他耳边说了什么，他的态度变了。他垂眸，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。既然爹娘不信我，那就滴血验亲吧。他看向世子，世子，如果滴血验样证明我是爹娘的女儿，世子记得道歉。世子握紧我的手，笑着灿烂。没问题，如果妹妹不是岳父母的女儿，请你早点离开，别一直鸠占鹊巢。丞相的亲信端来一碗水，丞相先滴了一滴血。陈子言柔柔弱弱，一脸痛苦地在指尖扎了针，滴之前还看了一眼丞相夫人。看得出来，丞相夫人很是不舍，毕竟是自己捧在手心疼了18年的女儿。血滴到碗里散开，却与最先滴进去的并不相容。陈子言白了脸，怎么可能？一定是水有问题。世子的侍卫来报，世子抓到二婢，他说奉了小姐的令，让他在水里加明矾。世子轻笑，妹妹还算博学，知道在水里加明矾，就算不是亲生的，血也会融在一起。丞相很失望，没想到到了最后，陈子言仍试图蒙骗他们。他猛拍桌子，从今天起，陈子言不再是丞相府的小姐。丞相夫人面露不忍。此时管家来报，老爷，外面有个叫孔俊杰的求见，说是大小姐的旧相识。我咧嘴，哟，孩子他爹来了。14，孔俊杰是来提亲的，他还带来了媒人。他还不知道陈子言其实不是丞相府的千金。他笑得很无赖，丞相大人，你们的女儿肚子里已经有了我的孩子，3个多月了。他满意的看到陈子言脸色刷白，今天不答应也得答应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就吃点亏，嫁妆比丞相府嫁女儿进侯府多一点点就行，恕子而感。阿爹气坏了，拿了个花瓶就朝他砸过去，别攀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的女儿是柳柳，你喜欢这个孽障就把她带走。陈子言哭着不肯走，阿娘只顾着抹眼泪，难怪你哭闹，放着人中龙凤的世子不肯嫁，非要我们帮你寻人代嫁，你要是个好的，留下来与柳柳做个伴也心，偏偏你黑了心。阿爹冷冷地看着他，看在父女一场，你房间里的东西你带走吧。竹马看看陈子言，再看看我，惊得张大了嘴巴。所以柳柳才是丞相府千金，她是个会变脸的。立即对我笑脸相迎。柳柳，我特意来看你的，你什么时候和离呀？我不介意你嫁过人，还能让你做正头娘子，和离了嫁给你。笑话，我像是听到了天方夜谭。我放着好好的世子妃、伯爵夫人不当，跑去嫁给他这个无赖。孔俊杰没听出我话语中的嘲讽，笑呵呵的点头。对对对，柳柳，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去偷红薯，当时你就说了，
等长大了要嫁给我。孔俊杰，你不是说要娶我的吗？陈子妍看到孔俊杰当他不存在，简直气炸了。你说你心目我，可惜高攀不上。为了让你安心，我怀了你的孩子，逃了与世子的成婚。你现在却想娶别人，问过我的意见了吗？陈子妍不给孔俊杰狡辩的机会，就扑上去挠他的脸。孔俊杰的脸上立即出现几道印子。孔俊杰吃痛，推开了陈子妍。疯妇，你离我远一点！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想嫁我？没门！看在你怀着孩子的份上，我可以勉强纳你为妾。我看戏看得正有趣，突然感觉身边寒气嗖嗖，回头一看，世子紧抿着唇，脸上很是委屈。柳柳，你真的要与我和离，嫁给他？15，什么叫吃瓜吃到自己身上？我算是见识到了。我决定与世子好好谈一谈。我拉着他去了爹娘为我准备的院子。世子，如果我要与你和离，嫁给他，你怎么办？世子的脸色变得刷白。他在外叱咤风云，是以一当十的武将，战功赫赫，在我面前就是一个不善言辞的男子。你要和离，我答应，可你别嫁给孔俊杰，他就是个见钱眼开的无赖，爱慕虚荣，不是良配。我拉住他的腰带，把他扯近，凑到他的面前。那夫君觉得谁才是良配？世子的脸涨得通红，虚弱的低语：柳柳，我笑得娇俏，我不是你的娘子，为什么要和别人是良配？那一晚，世子有些醉意，忘记打地铺。迟来的洞房花烛夜，在我的主动下，终于来了。16，一觉醒来，陈子妍已经离开了丞相府，并带走了他房间的一切。孔俊杰也离开了。我把孔俊杰之前写给我的那封信交给世子。世子是不是忘了，孔俊杰谋害世子，其罪可诛。许是不打地铺，让他对自己在我心中的地位有了信心。世子这次没再试探，我听娘子的，这种坏蛋就应该让他伏法。然而等世子的侍卫找到孔俊杰时，孔俊杰与陈子妍打起来了。原来那日我与世子离开后，阿爹也不客气地赶陈子妍离开。孔俊杰原本要走了，看到陈子妍被赶出来时带的各种物品，他又厚着脸皮凑上来。陈子妍以为孔俊杰回心转意，直接就把他的东西拉去了孔俊杰的破房子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陈子妍是被阿爹阿娘真心捧在手心18年的，带来了的东西足够两人吃喝到老。但是两个都不是会过日子的主，陈子妍大手大脚买了好几个奴婢奴才。孔俊杰拿着陈子妍给的银子，直接去了赌场。几场豪赌下来，陈子妍给的银子花光了，他就偷拿陈子妍的首饰去变卖。等到后来越输越多，他先是把陈子妍买来的奴婢奴才卖了，最后输红了眼，他又打上了陈子妍的主意。我听说有些人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就想买你这种怀了孕的小娘子。子妍，等你傍了好人家，可别忘了孩子他爹。陈子妍不从，你是畜生，来人呀，帮帮我呀！然而他后悔已经迟了，被他强行拖到人牙子那里。陈子妍跋扈，买家不敢买，可是折腾来折腾去，却把陈子妍肚子里的孩子折腾掉了。陈子妍彻底疯了，与孔俊杰打起来，把孔俊杰的脸挠花后，他又跑去京兆尹府告孔俊杰诱拐良家妇女。官府原本还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让孔俊杰娶陈子妍为妻，奈何陈子妍心已死。孔俊杰又遇到了一个有钱的小寡妇，并不想娶已经一无所有的陈子妍。孔俊杰揭露陈子妍送鹤顶红给我，让我害世子。陈子妍又揭露鹤顶红是孔俊杰买的。一时间狗咬咬，满地毛。最后当着满堂官差的面，陈子妍把收在指甲里的毒药塞到孔俊杰的嘴里。孔俊杰当时就倒地，七窍流血，抽搐不已。
没多久就断了气。他的操作连京兆尹府都惊呆了，没想到居然还有人当着他的面下毒。京兆尹都不用查访，直接满堂的衙役都是证人。陈子言并不抵赖，供认不讳，毒药在哪儿买的也交代清楚。要杀便杀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他的声音带了哽咽，是我瞎了眼，把渣人当作宝。爹娘，是女儿错了，不该相信孔俊杰。17. 陈子言谋害世子，大庭广众之下杀孔俊杰，被判秋后处斩。另一边有世子的监督，京兆尹查案起来超快，孩子们都被证实是拐卖的。贾德义利用这些孩子刺杀官员，利用孩子窃取附近军队的情报。那些孩子都是年幼被拐，并没有与爹娘有关的记忆。审问贾德义，他也不知道这些孩子哪里来的，孩子都是别人交到他的手里，且来的时候都不足3岁。该怎么找到这些孩子的爹娘？京兆尹一时没了主意，只好求到世子这里。世子让他发公告，谁家丢过孩子的都来登记，遇到年龄、性别相仿可以滴血验亲。然而京兆尹折腾了1个月，也就仅有4人滴血验亲成功，余下的大多数孩子没找到亲爹娘。同时登记的许多父母没找到自己的孩子。偶然的机会，世子提起大昭国人，他们为了防止猛兽，在河边喝水时都是背对着河。我想起贾德义也有这个习惯。世子一查，果然，其实贾德义并不是大楚人，而是大楚的死对头，大昭国的探子。他潜伏大楚数载，为了大昭鞠躬尽瘁，却给大楚带来巨大的伤害，京城掀起轩然大波。显然被拐卖的并不止这些孩子。贾德义的密探，显然他还有同伙。然而世子派人用尽刑罚，贾德义也不肯招，同伙在哪儿？2天后，贾德义在狱中被杀。死的时候，他的脸上带着笑。很明显，杀他的人是他的同伙。皇上把此事交给世子，世子派人调查贾德义死的当晚有些什么人靠近过。另一方面，他晓谕各州县，让官员登记各州县丢失的孩子，以及不明来历的孩子。世子要亲自南下。与他成婚后，我们还是第一次分开。我帮他整理行装时，不由有些不舍。世子问我要不要一起去，我欣喜。可以吗？我也可以尽一份力吗？世子淡笑，自然可以。此次发现贾德义是大昭国人，还是你的功劳。18. 从京城出来，一路南下，我们沿途设置了几个点，把找到的被拐人小孩集中在几个点。有家里丢了小孩，需要去那几个点滴血验亲的，都由官府出来回路费。顺着那些被拐卖的孩子，我们揪出了更多大昭国密探。看着一个个孩子扑进爹娘的怀抱，我欣慰极了。离京半年，世子开始把事情交给手下去办。眼看帮拐卖的孩子寻找亲人和揪出密探2条线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我们终于踏上回京的马车，一路奔马疾驰，总算赶在中秋节前一天到达京城。世子问我去哪里过中秋，侯府还是丞相府，他听我的。我直接去了公公送我的庄子，又邀请了爹娘和公公。除此之外，养父养的那35个孩子中，还有3个未找到亲爹娘，2个女孩1个男孩，我也把他们接过来过节。阿娘看他们可怜，一个劲儿地给他们夹菜。可怜见的，看到他们，我就想到我家柳柳以前过的日子，眼看阿娘又要流泪。阿爹轻拍他的手，提出来，我有一个提议，在这3个孩子没找到亲爹娘前，暂时由我和夫人抚养。世子大喜，果然是父女连心。柳柳也跟我提过，若是长时间找不到孩子的爹娘，看能不能找人收养。只是一时间我还没定好合适的章程。我假意吃醋，爹娘有了他们，会不会不疼我了？爹娘被我逗乐，不会，
你永远是我们的心尖尖。公公凑去，你也是我的孩子。我鼻子发酸，眼泪怎么都忍不住。世子刮着我的鼻子，娘子最近挺爱哭，是嫌弃为夫照顾不周吗？弄得我啼笑皆非。中秋宴是阿娘亲自带着人下厨做的，大半是我爱吃的菜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刚夹了一筷子鱼，我就开始干呕，弄得家长们和世子都很紧张。阿娘最先反应过来，柳柳是怀孕了。我惨叫，糟了，我还没学会怎么当阿娘呢。世子与我十指紧握，没事，我们一起学。晚安。